我坐过牢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是小老婆生的儿子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是警察，但是我很怕死。男生们向前走。 男生们不言笑，你嫌我不够温柔，又要我硬起拳头。什么叫做今生的后？埋怨我不说感受，却要我默默承受，练习着不让眼泪流。学会做你的 hero。 在你身后，管他坏人或怪兽，都不是我对手。不败的男生高爱飞手，做你温暖的港口。不败的男生心似白头，用生命坚持守候。不败的男生勇敢昂首。 向前走。在戏院看电影感觉就是不一样，气氛还有音响都不同。你很好笑哎，你干嘛说的好像你没到戏院看过戏一样啊？上了中学之后，我就没有在戏院看过电影了。你开玩笑的啊？他不让你看戏啊？不是不能看，只是必须得在家里看。 而且看的电影都必须经过他的筛选。Hello， 哎，这不是老大咩？老大，哎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我们去看电影。难怪我昨天叫你打给你说你没有空，原来你是跟美女约会。哎，小声一点了，不要吓到人家。我们要去吃东西，一起吧。我 OK。走啊。 哎，老大，不用介绍了没？对哦，这两个笨蛋是 Bag 跟 Cash。Hello， F， 你之前见过的。你们好，我是许慧怡。老大，你们在一起多久啊？你再说的话啊。OK， 吃吧吃吧，吃。有朋友的感觉真好。如果你不嫌他们烦，以后我们出来可以约他们一起。恭喜你啊，找到一个又有钱又漂亮的女朋友。 以后就可以少奋斗20年了。哇，魏大大嫂，你很有钱啊？好奇吗？人家有钱关你什么事？是老大赚到。对对对。你们再说。再讲。哎，老大刚才看什么戏啊？对哦。好看吗？昨晚没有叫我们去。啊。对哦，改次叫我们一起啦。他喜欢热闹吗？对哦。 改次一起看啦，很热闹啊！对不起啊，我朋友很吵，你不要介意。怎么会呢？我反而很羡慕你耶。羡慕我？嗯，你有一班这么好的朋友，不像我啊，从小到大就只会念书，一个谈得来的朋友都没有。你现在有啦？嗯。好啦，你送我到这里就可以了。 Boss， 我之前就看过小姐跟这小子在一起，当时还以为只是偶然，现在看来他们的交情似乎不错。Tim， 这件事交给你去办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许英豪先生。 也就是慧颖父亲的助理，许先生希望你不要再跟慧颖小姐见面。我以为电视剧才有这一招，没想到现实生活中也有啊。拿去吧。要是我不拿，我劝你还是识相一点，拿了钱就乖乖离开。
才5000块啊？怎么啊？我爽差一天就5000块了。你就只值这么多？回去告诉你们家老板，不管他给我多少钱，我是不会离开他女儿的。你现在是想跟许先生作对吗？慧颖虽然是他女儿，不过她有自己交朋友的权利。如果真的要我离开她，我也要她亲口跟我说。Excuse me。哎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讲出来啊？我现在很缺钱，你有没有钱啊？没有钱就走开啦。啊，如果真的是钱的问题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不要假厉害啦！叫你帮什么你就帮啊，叫你去死你帮不帮？帮，为什么不帮？没信心跟你开玩笑啦。我也是打个比方而已啦，你真的要去死？你现在都这样讲义气的，要看对什么人啊。我不懂你信不信啦，有一个办法可能可以帮得到你啊。来，准备好，不会让你。准备1、2、3。喂。再来，2、3。再来。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再玩你手都断了。怎么样？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差不多了，好一点了。Boom， gang gang。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近？难道真的血浓于水？你做什么？我用这个 app 开家里的冷气，先调好温度啊，回到家就舒舒服服了。呼，舒服舒服。我先去冲凉啊。这期的成绩，你退步了2个名次。这一次是我的失误，我下次会再努力的。什么时候学会说谎？要不是有人通知我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通知你什么？英豪啊，你不要听人家乱说。那我亲眼看到了，还错得了吗 Daddy， 我的学习成绩下滑，是因为我不够用功，这跟我朋友没有关系。要不是他3天2头来找你，你就不会分心。我已经查过他的底细，他没资格当你的朋友。就算有钱，你也不可以随便侮辱我的朋友。我也是有交朋友的权利和自由的。别人或许有，或许英豪的女儿就没有。男士们向前走。卑鄙小人！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你是小人。我做错什么东西了？亏我之前这么尊重你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卑鄙的人。不是，你至少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你想知道是吗？
你不觉得爹地太过分了吗？他凭什么摆布我们的人生啊？这些话你只在我前面讲就好了，千万别让他听见。妈咪，你什么事情都逆来顺受，你的人生就要这样子过吗？听我说，你的爹地只是脾气坏了一点，人专制了一点。其实他对我还是挺好的。爹地如果爱你，他就不会在外面有女人了。你在说什么？爹地在外面有小三了。他不会这样做的。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应该是你看错了。你早就知道了。为什么啊？你为什么不要告诉我啊？你应该跟我说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朋友跟我说，人生是要靠自己去主宰的。我们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，也有权利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。选择权永远都在我们的手上。许太太，你好，这是您要的资料和照片。钱我会转进你的户口。记得我交代过你的事，这件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。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的。他以前都是逢场作戏，很快就换女伴的。没想到这个女人可以跟他这么久。我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女儿，一直忍气吞声，绝对不能让这个女人来破坏我的家庭。小姐，麻烦你出去15分钟，我有话要跟她说。你好，我是许英豪的太太。你好，许太太。你应该很清楚，今天我来找你的目的，是想要我离开英豪吧？之前我的女儿不知道你们的事，我也不想管。现在她已经知道了，我不想伤害她，请你离开我的老公。你这是在求我吗？如果你想这样理解，我无所谓。既然你都亲自找上门，我是真的很想帮你。不过，脚是在英豪身上，他要来找我，我也控制不了。其实你也不要怪英豪，他每天要对着你这个名义上的老婆，真的很难受。请你不要太过分。你要是担心保不住许太太的身份，与其来这里找我，大不如在家里好好伺候英豪，胜算可能还比较大。如果没有事的话，我要继续按摩了。女人嘛，要多多保养，男人才会喜欢。等一下一定要多喝几杯啊！哎，遇到熟人，等一下进来。嗨 ，Elsie。
经常来这里吗？我时常和我朋友来这里喝酒的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来，尝尝这款酒，不错的。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但是喝酒找对了人，还是可以喝出好心情的。你又知道我不开心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知道我可以陪你尽情的喝，就算你醉了，至少我在这里，你也比较安全。你难得的会失手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老婆来找过我了。她找你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就是要我离开你，不准再纠缠着你。她竟然还有这本事！你可别小看她，她一点都不像你说的那样逆来顺受、忍气吞声。她对你做了什么？她跟我说了一堆难听的话，说除了她之外，没有人可以当许英豪的老婆。我本来是看在你面子上才忍的，可是他却咄咄逼人，还动手打人。你说 LC 打你？怎么？你不相信我啊？我没有必要跟你撒谎的。要是你觉得你老婆在生意上更能够帮到你的话，那你就回到她身边呢。知道你受委屈了。好了，别这样，好好打球，我会补偿你的。Come on。男士们向前走。回来了。刚才去了哪？怎么了？敢去不敢说？是谁告诉你我跟 Key 的事？你不说，我也知道是谁。别人告诉我。一直以来我都知道，只是我没想到这次你跟他可以这么久。没什么好隐瞒的，我在外面是有女人。你在外面有多少女人我不管，我只是不想女儿受到伤害。男人在外面创业，逢场作戏是很平常的事，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？明明就是你不对。Stop it！ 我的事你最好别管。管好你自己跟女儿就好。你跟 Key 的事，我可以不追究。不过，不要再有下一次。你当许太太这么多年了，应该好好珍惜。撕破脸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我今天不用车，你可以下班了。啊。喂，把手表交出来。什么手表？不用演戏了，我平时戴的手表不见了。女佣说看到你在我书房鬼鬼祟祟的徘徊。啊，书架上的木板松了，是我叫陈凯过去看看的。我在房间修书架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什么手表。那你敢不敢让我收身？收了。先收到背包。
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手表真的不是我拿的。啊，我在房间修书架的时候，你女儿在的，你有看到我拿手表吗？我什么都不记得啦。印象中我好像是有去洗手间一下子。那这一只手表为什么会在你的背包里？老板娘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是我拿的。没关系，就让警察帮你好好回忆一下。这只手表不是陈凯偷的。刚才我看见他慌慌张张走过来，还不小心撞到我。他手上就是拿着这只手表。不是的，太太，不是的。既然搞清楚陈凯没有偷手表，我看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至于他，我会惩罚他的。妈，那就交给你处理了。陈凯，自从你来了之后呢，就一直跟英豪发生摩擦。为了避免再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，我看你只有另谋高就了。我明白了。你在这边等吧，我会把这个月的工钱算给你的。陈凯，这是你做到今天的工钱，你点算一下。你好像给多了。多出来的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你就收下吧，不然我会过意不去的。你不要这样讲了，你刚才已经帮我应该跟你讲谢谢的。对不起啊，结果我还是帮不了你。没有关系了，迟早的问题啊，他迟早都会把我炒掉。英豪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你不要把他放在心上。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你啊，你需要这样子委屈自己吗？你是这样让他去，他会更过分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你也不想跟你女儿过这样的生活嘛，对吧？啊，你有什么需要打给我了，啊？谢谢你啦，你自己也要保重啊。妈，你今天怎么会想到要来这里做运动啊？我们婆媳俩好像很久没有好好的聊聊了。你跟陈凯之前就认识了？啊，我们以前是邻居，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是他来这里工作，才会再遇见他的。是吗？那一开始你为什么不说呢？我是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，所以我就没会怕是好事。从古至今，男人3妻4妾那是见怪不怪。不过女人呢，要是红杏出墙的话，那就万劫不复啦。妈，我懂你的意思。那最好。你要记得，我不管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。你现在既然是英豪的合法妻子，一切就要以大局为重啦。我也是过来人了，明白老公在外面有女人的心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嫁到我们家20年了，都没有替我们家生个儿子传宗接代，所以英豪在外面做一些什么，我是不会管的。如果你能够再替我们家生个儿子，那你的地位呢就会更加的巩固了。要是真的不行，那你就好好的栽培慧颖，让她作为你的筹码吧。
男士们向前走。终于肯跟我见面了。哥，借我点钱吗？就知道你没钱才找我的。你不是很厉害咯？学人家离家出走啊？你跟Vin借啦？不敢跟他借啊？好，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回家？只要他逼我读书，我就不回家。不回家，你想在外头自生自灭吗？出卖我！我也不想的。上一次我帮你隐瞒逃课的事情，我已经被妈骂得要死了，不害我。跟我回家。我不要。你要等到朋友的家长把你赶走，你才肯回吗？哎妈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冷静一点啊！有话回家说。喂，回家了。你不是没钱了吗？我没钱借你了。走了，回家。回就回咯。老板，这个一个。这里要不要请人呢？洗碗洗盘我都可以，不过我坐过牢。多少钱？喂，金哥，我很想看到凯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哎呀，新加坡有多大，要找你还不容易吗？找我什么事？当然有好事才找你嘛。怎么样？还在找工作啊？我是关心你。哎，坐过牢的人啊，是很难找工作的。既然别人不请我们，我们就只有自己创业闯天下。我就不怕会饿死啊。那，就像做一点点卖一些免税商品啊，还有搞一点什么娱乐事业的。阿青，你是不是还想做拉皮条，还是开什么妓院的东西？你不要那么说啊，我们也是在造福人群呐。阿青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想做回这些东西，我谢谢你的好意了。有头发谁想当光头呢？啊，你以为我想走回老路啊？阿凯。你出来的这段日子，我相信你也看了不少东西。你说，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？这个社会就是那么现实的，坐过牢呢，就是一个标签，注定啊要被人家看不起的。难道你要坐在那边等死吗？你放心啊，我不会坐等死的。这就对了嘛，只要我们兄弟齐心，一定可以创出一番大事业的嘛。阿凯，哎，你对我有恩呢，你知道我是不会害你的嘛。如果你要帮我的话，你帮我找个地方住了。哎，那我们以后呢就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了哦。陈凯，哎，嫂子啊，你们团聚了？哎，考虑清楚，打电话给我啊！我先走了，嫂子。为什么跟阿金见面？你当年坐牢都是因为他，你还想再进去蹲吗？没有了，他看我没有工作做，关心我一下。关心？如果他真的关心你，你以前就不会被关了。
果你还想跟这些兄弟混在一起，请你马上离开这里。我不想孩子受牵连。这样他来找我，我也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忘了，当年你就是因为太相信这些所谓的好兄弟，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你讲义气，结果如何？妻离子散，一个人蹲在牢里。他们呢？你那些好兄弟就逍遥法外。啊，不要再讲这些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以后不会再走同样路就是。你要做什么我不管，不过我拜托你不要再影响我们的生活了，不要让我后悔给你住在这里。catch， 我怎么啦？你今天看起来好像很不开心，不舒服啊？我爹地知道我们交朋友的事。你爹地是不是反对你跟我交朋友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以你爹地那种cray cray的性格，我想就知道了。都是那个陈凯打小报告，要不然我爹地怎么会知道我们来往的事啊？你说的是你们家的司机？他为什么要打我们的小报告？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或许是想向我爹地邀功吧。我怎么看他都不像这样的人。可是除了他，我想不到还有谁知道我们的近况。我爹地最近把我看得很紧，我们可能有段时间没办法见面了。要不然，最惨的会是我妈咪。唉，你爸说的对，像我这样的人一无是处，你爸会反对也不奇怪。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，还很佩服你。你爸得了失智症，你妈是校工，你却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理想，还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医科。说真的，你真的很厉害。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好啦。你就是这么谦虚，对自己没有信心。不是啊，我是真的。不管怎样，就算我爸反对，我还是会跟你做朋友的。男士们向前走，男士们向前走。男士们不言笑。老大，Orange juice。一下。今天没有 job 哎，今晚吃草了啊。哎，你怎么无精打采的？跟女朋友吵架？讲出来啦，讲出来好一点。慧颖一直误会我是林阿姨的儿子。啊！你冒充别人欺骗感情啊？什么冒充，什么欺骗，是他自己误会的，我没有骗他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？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好玩，然后就一直找不到机会跟他说清楚了。这种事情骗不久的，我看你还是早点跟他说清楚，跟他道歉吧。要是让他知道我不是读医科的，你觉得他会怎样？他会不会原谅我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他。可能你有诚意一点，他就原谅你哦。希望咯。哎，我有熬得了，今晚不用吃草了。加油啊！周末没有的。来的，走啊。他干嘛？哎，原来老大冒充林阿姨的儿子，欺骗慧颖，他还不敢承认。那个儿子在读医科的校工。啊，祝老大好运啊！希望大嫂可以原谅他。嗯。哎，我有 job， 我先走了。哈，你也有 job？我电话坏呀。
哎，今晚也是吃草啊。嗨，有时间去喝一点东西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时间，我的司机就要到了。我要说的是玉阳的事，你总有兴趣吧？你有想要重伤他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只会重伤朋友的人吗？慧颖，你真的了解玉阳这个人吗？玉阳刻苦耐劳，半工半读，对朋友又讲义气的。半工半读，你确定我们讲的是同一个人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玉阳来自单亲家庭，他的妈妈工作养他和他的妹妹。玉阳这么大的一个人，不但没有好好去找一份工作，还整天打架闹事，你却跟我说他半工半读、刻苦耐劳。玉阳不是独生子吗？哪来的妹妹啊？他妈妈是我们学校的校工，爸爸得了失智症，而他却拿奖学金念医科啊。你真的相信他读得了医科？我认识的玉阳，他的爸爸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妈妈在网上卖衣服，他家里还有一个妹妹，而且玉阳的成绩很差啊。当完兵后就一直没去找工作，还送餐到现在。你骗人！我也没有说谎，你去查一查就知道了。我只是不想傻傻给别人骗，才把真相告诉你。一个连身份都要欺骗的人，会真诚到哪里去？慧，对不起啊，你等很久了。你不是说你最近不能出来吗？是我妈咪帮我的，我只能出来一下。想我啦？你为什么要冒充林阿姨的儿子？你都知道了，是不是他告诉你的？如果他不跟我说，你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可是刚开始也是你先误会的嘛，哈。就算是我误会，你也应该跟我解释啊。我真的不是想要骗你的，我一直都要找机会跟你讲，可是我一直找不到适合的机会。把我当小丑耍，很好玩吗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对不起啦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现在拆穿了你的谎言，你想怎么说都可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没什么朋友，我是真心的想要跟你交朋友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？真的是我的错。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做。你告诉我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也不会生你的气，因为你不值得。就当做我们从来不认识，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。慧，慧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慧，放手啊！慧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不想和人格有问题的人在一起。
可以知道你心里很难受。你要哭的话就大声哭，妈咪在这里啊。我是真心跟他交朋友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没事的。玉阳，给你们加点菜来。啊，最近很有空啊，看你整天在家里不用做工啊。还没有找到，不过很努力在找。之前做的好好的，为什么不做？就没有做了。那你还有钱给我们加菜啊？之前老板也赔我一点钱呢，没事的。赔偿？原来真的是你出卖我，小人！玉阳。玉阳，陈凯，跟我来。这是什么？你怎么拿我东西？你留这些做什么？留做一些纪念的。纪念？你想要认为孩子是不是？没有。我只想接近他们，我什么都没有讲，真的。我是他们爸爸，我不要说你是他们的爸爸。孩子小的时候，最需要爸爸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根本不在他们身边。所以我现在想做爸爸应该做的事。你不要说了，你的出现让我很不安，你知不知道？现实搬进来，然后一直不断的接近孩子们。为什么留这些日考？你要跟我抢孩子，对不对？这是玉阳给我唯一的纪念，给我。我知道我是一个好爸爸。陈凯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听好了，玉阳和玉欣是我的孩子，你不配做他们的爸爸。我陪你一起走，给你所有的爱，就从现在躲进我的胸怀，不会受到伤害，给你所有的爱。为什么你还要回来？打死我都不会认你。你也蛮可怜的了，家人又不肯认你。我做错什么东西？你讲。当我们最需要爸爸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是不会为你这种人掉一滴眼泪的。我没有像你这样不负责任的爸爸。他已经知道了，你告诉他的。不想要再读书了。其他的事情我可以答应你，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骂他是为他好。你有试着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吗？真的能保证赚钱吗？只要你们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肯定开始赚钱了。每个男人在外面搞外遇都会说自己是逢场作戏。你是觉得我应该离婚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他出轨的证据，然后到时跟法庭争取最高的赡养费。外面来了一批上次投资的人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们还在了解状况。你们两个是不是联合起来陷害我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我干嘛要陷害你？不如我们来合作吧。刚好有件事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你要我出卖伟豪？我陪你